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彻底变了，赵丽颖近照曝光，网友惊呼：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颖宝吗？赵丽颖从清流到深夜爆粗，是情绪失控还是职场危机？曾经的收视女王，如今面临转型困境，5部存货仅2部主演，时尚尝试屡遭群嘲。这场风波撕开了中年女演员的生存焦虑，当标签褪去，真实的自我该如何安放？85后小花赵丽颖看来逐渐显露出新晋话题女王的潜力。如今，赵丽颖简直就像是解锁了隐藏模式，恋情传闻满天飞，微博上发言也很大胆，脏话一出，舆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。根本没等它发生，评论区就像麻辣烫一样炸开了锅。吃瓜群众看得热火朝天，嘴里却不禁嘀咕：这还是那个以前默默演戏、拼命搞事业的颖宝吗？双引号。赵丽颖这一波中年大反转，究竟是情绪失控的偶然事件，还是女明星面临职场危机的必然结果？又或者说，她早就厌倦了活在那些光鲜滤镜下？以前的赵丽颖就像一股清流，在内娱的泥泞中游刃有余。她出身普通，不依靠绯闻闯出名堂，凭着一部又一部的佳作，逐渐从小角色演变成收视女王。清醒、大女主、敬业、低调，这些标签几乎都能和她挂上钩。可谁能想到，最近赵丽颖的人设就像换了个新剧本一样。一开始，赵丽颖和导演赵德胤的恋情就传得热火朝天，两人至今既没公开也没否认，真是让人浮想联翩。就在网友们忙着追踪各种八卦的时候，赵丽颖突然在深夜发了条微博，顺便来了一句脏话。这一骂简直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了一颗炸弹，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。有网友支持她，表示谁都有情绪崩溃的时候，还有人愤怒地批评，这不是理智的大女主吗？怎么也炸了？就连赵丽颖都开始情绪失控，那我们这些打工人还真不知道能撑多久啊！赵丽颖大概没想到，自己一时的情绪宣泄，竟然引发了这么大的舆论波澜。这事就像撕开了一个缺口，网友们纷纷追根溯源，不再仅仅关注她说了啥，而是越来越想知道她经历了啥。明星谈恋爱其实也没啥新鲜的，假如赵丽颖真和赵德胤在一起，大家最多就是围观一下，估计也不会引发什么人设崩塌之类的。可赵丽颖这波操作实在让人意外，她偏偏在发剧宣传的时候夹带私货，深夜发了条微博，竟然爆了粗口，还提到新剧。这让人不禁想，是为了给作品制造热度，还是她的情绪真的崩了呢？她主演的新剧《在人间》，最开始真是让人期待得很，结果定档预告一出就让人咋舌，网友们纷纷吐槽，宣传太夸张，内容完全看不懂。双引号。再加上微博一波风波，许多原本犹豫不决的网友直接转黑，看着这态度，实在没心情追下去了。双引号。如今这年代，戏剧到底好不好看，靠的可不是流量，而是口碑，大家心里都明白。不过赵丽颖在关键时刻搞出了这么一出，实在让人费解。许多人不禁疑惑，赵丽颖不是一直稳住人设的吗？怎么这次反倒这么激动呢？最终让人咋舌的并不是她的恋情，而是赵丽颖变了。曾经那个理性、专注又温柔的甜姐，如今越来越像一位在娱乐圈里徘徊的人间姐姐。乍一看热闹的不得了，大家可能觉得赵丽颖手里的项目多得很，实际上如果仔细一查她的片单，真心没啥值得炫耀的。手里有5部存货，客串的有2部，配角的也是1部，真正当主演的就只有《在人间》和《造成者》这2部电视剧。她梦寐以求的转型进军电影圈的计划，现在看来简直像是海市蜃楼。坊间传的热火朝天的电影项目，也只是停留在也许会跟赵德胤合作的阶段。有人觉得赵丽颖如今更像个内娱边缘人，资源不太给力，转型也没做到位，连宣传都得靠黑红来撑场面。
她其实是挺努力的，之前还特意换了造型团队，准备在时尚圈大展拳脚。可每回露脸的造型，要么被嘲讽成200块的仿品，要么被网友称作精神小妹风，真的是个不小的打击。明星嘛，拼的就是曝光率。赵丽颖可不是那种自带话题的人，也不是什么热搜常客，商业资源也不够给力，稍不注意就可能被遗忘在大众视线之外。网友们打趣她叛逆期，可细细一想，她似乎更像是遭遇了中年危机。谁能在35岁以上的年纪，面对恋爱争议、作品失利、时尚尴尬，还能轻松一笑呢？赵丽颖变了，其实她一直在角色与真实自我之间来回徘徊，想甩掉那些标签，但又担心完全打破会带来的后果。她真的想让大家看到自己不仅仅是个甜剧女主，想打破那种老实人的形象，即便是通过情绪来表达自我，可不小心却弄得自己受了伤。更关键的是，她还没找到新的方向，之前的定位又保持不住，结果就变成了如今大家眼中的失落者。一位女明星到了某个阶段，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我是谁，我还有什么？这可不是情绪化，而是成长所经历的代价。网友们围观之余，一边叫着人设崩塌，一边心里其实在琢磨赵丽颖你到底想干啥。这种情绪爆发的发文，感觉更像是一种无奈的呐喊，表达着我想说点什么，但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复杂心情。有心理学家提到，如果一个人待在物质丰富、受到社会认可的环境中，依然感觉空虚，那很可能是内心的精神世界没有得到应有的滋养。赵丽颖可能正是这种情况，她需要的不是不停地证明自己与众不同，而是停下来，思考一下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要是外面的压力让她感到疲惫，那就别再硬撑了。真正的心灵安全感，靠的可不是热搜和那些数字，而是心里的踏实。有些人给他提议去读书，听着像是在开玩笑，但放到现在的娱乐圈里，读书真成了种奢侈，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去重启人生。赵丽颖，一位曾经被无数人冠以甜美清新邻家女孩标签的女演员，出道以来塑造了无数深入人心的荧幕角色。从陆贞传奇的坚韧聪慧，到花千骨的柔弱坚定，从楚乔传的英勇果敢，到知否知否的温婉克制，她几乎成为了国民女神的代名词。而如今，一组近照曝光后，网友却惊呼：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颖宝吗？她变了，变得成熟了，内敛了，也更具一种令人难以忽视的力量感。这场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而是一个女演员在人生经历、职业选择、情感波折与自我认知不断积淀下的结果。在照片中，赵丽颖不再是那个满脸胶原蛋白、笑容甜美的小女生，她的眼神中多了几分沉稳与疏离，穿搭风格也从少女系向极简高冷风转型，整个人的气质仿佛蜕了一层皮。有人说她老了变了味，也有人说她终于活成了自己。但问题在于，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接受一个不再符合旧印象的赵丽颖？长期以来，赵丽颖的形象被牢牢地框定在甜美坚强的角色框架中。她是无数观众眼中那个从农村出身、一路逆袭的励志榜样，是娱乐圈罕见的非科班背景却实力突围的代表。正因为她的朴实接地气，她赢得了庞大的群众基础。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特质，当她开始改变，从妆容、穿衣到角色选择、情绪表达，她就不可避免地遭遇认知断裂。观众依然期待她永远是那个赵丽颖，但她却早已步入新的阶段。这场变化的背后，其实反映出她对自我认知的升级。经历了婚姻与离婚的波折，身份从妻子回归独立女性的转变，再加上事业上的高压与转型挑战，赵丽颖必然要用一种新的方式与世界相处。而这种方式，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主动选择。从作品角度来看，赵丽颖近年来有意识地避开以往的傻白甜角色，转而挑战更加现实、
厚重的题材。无论是幸福到万家中那个面对强权不退缩的农村姑娘，还是野蛮生长里的女企业家，她都在用更真实、更复杂的情感表达打破偶像化的桎梏。这不仅仅是角色的转变，更是一种形象革命。赵丽颖不再只是可爱坚强的符号，她更想成为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成长弧线的女演员。再来看她的公众形象管理，过去的赵丽颖很少主动营业，给人一种天然呆的印象，而现在的她在造型和表达上更果断、专业，也更敢于展现自己的态度。这种去讨好化的改变，让她在一部分观众眼中失去了亲切感，却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。毕竟，一个女性在37岁的年纪，依然愿意打破舒适圈，不是重回18岁那种表面的逆龄，而是彻底用一种精神上的进化来表达自我。这份勇气本身就极其动人。当然，每一个变化背后都伴随着外界的声音和压力。有人感叹，她变得太有距离感了，失去了灵气。但这些看似负面的评价，其实是观众对她不再是原来模样的本能反应。他们怀念的不仅仅是一个甜美形象，更是一种时代感，那段与赵丽颖一同成长的青春岁月。于是，当她改变时，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感到一种集体记忆的断裂，这也是娱乐圈中不少艺人在转型时共同面对的难题。但换个角度看，这种断裂或许是必须经历的过程。一个真正想要走长远的演员，注定不能停留在舒适圈里演同样的戏，做同样的自己。赵丽颖清楚地知道，与其固守甜美偶像的形象被时间慢慢侵蚀，不如主动出击，构建一个更适合当下自己的新版赵丽颖。而这场变革的成本，就是要接受被质疑、被误解，甚至一时之间被认不出。那么，这还是我们认识的赵丽颖吗？是的，也是，也不是。她依然保有那份努力向上的能量，那份在行业中执着打拼的韧性。只是如今的她变得更加笃定，更加内省，更加善于控制节奏，也更加明白，一个真正的演员不该被观众的眼光塑造，而是要用作品和态度去引导观众的认知。对于观众而言，我们也应当学会与艺人一起成长。我们不能总期待一个人冻龄不变，更不能将曾经的形象变成他们一生的负担。赵丽颖的变化，其实也是一种对自我审美、生活方式、职业规划的主动调整。她不是在迎合谁，而是在回应内心最真实的自己。在当下娱乐圈这个更新换代速度极快的行业中，赵丽颖能够从偶像派走向实力派，并主动进行气质重塑，这本身就是极具价值的成长路径。她给了许多后辈演员一个范例，不是只有卖萌和耍可爱才能留住观众，敢于面对年龄，敢于突破固有印象，也同样可以赢得掌声。最后，想对每一位关注赵丽颖、喜爱赵丽颖的朋友说，或许她变了，变得你一时之间无法认出。但也正是这个变，让她更有层次，更有深度，更有力量。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成长不是背叛，而是更加忠于内心的含义。希望我们都能像她一样，不惧变化，勇敢前行。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真正的魅力不是停留在青春定格的那一刻，而是在每一次转身、每一次选择里，都能坚定不移地成为自己。4000万粉丝为他沦陷，少年王一博又酷又嫩，拼劲太疯狂。16岁的蓝发少年在韩国苦练到凌晨，如今已是4000万粉丝追逐的951男孩。从舞台到赛车场，他用干净利落的舞姿和9亿票房证明，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，而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王一博10几岁出道，那时候的他站在舞台上就像一颗还没被发现的星星，亮眼却不刺眼。年仅16、17岁的少年，顶着蓝色头发，穿着宽松的街头风衣服，眼神里带着点倔强和酷劲，哪怕照片拍得再糊，也挡不住那股天生的吸引力。粉丝后来给他取了个951的称号，
意思是就是我，形容他那种独一无二的个人魅力。回看王一博的爱豆时期，他在韩国当练习生，日子并不轻松，每天练舞到凌晨，汗水把衣服湿透，还要学韩语，适应陌生的环境。那个年纪的他，脸上还带着点青涩，笑起来有点腼腆，但一上台，气场全开，跳舞动作干净利落，像是天生为舞台而生。那时候的王一博还没被大众熟知，只有小部分粉丝默默支持。他在组合里不是最显眼的，但每次表演，总有人被他的舞姿和眼神吸引。有一张粉丝拍的照片，蓝发王一博穿着黑色卫衣，站在人群中，瘦瘦高高的身影，一眼就能让人记住。粉丝说，那时候的他有种又酷又嫩的反差感。2016年，王一博回国，慢慢从爱豆转型，开始接触主持和演戏。他在《天天向上》当主持人，站在舞台中央，话不多，但每次开口都让人觉得稳。粉丝发现他那股拽酷的气质开始收敛，变得更沉稳内敛。有人说他不上镜，现实里身材比例更好，肩宽腿长，站在那儿就是行走的衣架子。转型后的王一博没像一些明星那样飘了，反而更踏实。他开始尝试新东西，赛车、攀岩、滑板，样样都玩得认真。2020年，他在赛车场上拿下冠军，穿着赛车服的样子，帅得让人挪不开眼。粉丝感慨，他真是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句话活成了现实。王一博的粉丝很骄傲，觉得自家偶像不仅长得好，还多才多艺。从爱豆到演员，再到赛车手，他一直在突破自己。2021年，他主演的电视剧《陈情令》大火，魏无羡这个角色让他彻底走进大众视野。剧里他演技自然，眼神戏特别抓人，很多人从这部剧开始粉上他。但粉丝也有点小担忧，毕竟王一博现在太忙，拍戏、赛车、综艺，行程满到飞起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哥，你还回内娱吗？别老在赛车场里待着了。不过大家也知道，他就是这种性格，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最好。王一博的魅力不只在颜值和才华，更在他那种不服输的劲头。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练习生走到今天的位置，靠的是努力和坚持。2023年，他的电影《无名》上映，票房突破9亿，演技又被夸了一波。观众说他在电影里演的特工，冷静又深沉，完全不像个偶像出身的演员。数据也能说明他的影响力。2024年，王一博的微博粉丝数超过4000万，每次发动态、评论都像过年一样热闹。他的代言品牌，从化妆品到运动鞋，个个卖得火爆。业内人士透露，他的商业价值在娱乐圈里稳居前列，广告商都抢着找他合作。王一博的故事就像很多普通人的奋斗史，他不是天生就站在聚光灯下，而是靠一步步努力，闯出了自己的路。粉丝喜欢他，不只是因为他帅，更因为他那种想做就去做的态度。生活里，谁还没点梦想呢？看着王一博，感觉自己也能更有勇气去追。他的经历也让人思考，年轻时敢拼敢闯，年纪轻轻就活得这么精彩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或许答案就在他那句951里，相信自己，认定目标，就去干。粉丝说，喜欢王一博不后悔，但总有点遗憾，早几年怎么没早点发现这个宝藏男孩呢？王一博还在继续向前跑，赛车、演戏、舞台，他都不想放手。未来他会带来什么惊喜，谁也不知道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951男孩总能让人眼前一亮。你觉得呢？他的下一站会是什么样的精彩？娱乐圈从不缺少年才俊，也从不缺一夜爆红的顶流，但能真正在千万粉丝心中留下长久烙印的，却屈指可数。而王一博正是这样一个用酷与嫩的外表，
搭配上超越年龄的沉稳、坚持与拼劲，在千万观众心中一步步封神的存在。他的成功不是偶然，更不是运气好这3个字可以概括的。回望王一博出道至今的历程，你会发现他从未靠炒作上位，从未靠八卦维持热度，他靠的是一种踏实的几乎让人心疼的努力。一个外表俊朗、安静少言的少年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酷的干净、嫩的真实、拼的彻底。最初出现在大众视野时，他是 UNIQ 中那个舞跳得最好、话最少的成员。他不抢镜，不说场面话，甚至因为沉默而被一些节目组忽视。但也正是这种沉默背后，藏着一股极强的自律和坚毅。他不善言辞，却用行动争取每一次机会。他不擅长表达自己，却用作品不断证明价值。在《天天向上》，他不靠花哨的综艺人设，而是用坚持、尊重和礼貌赢得了观众的好感。他看似木讷，却在每一次任务中都竭尽全力。他认真学骑马、学武术、学主持，哪怕失败也不懈怠。这种慢热的敬业精神，注定了他会在时间中沉淀出不同凡响的光芒。陈情岭的爆红是转折点，但更是一次证明。很多人因为蓝忘机注意到王一博，却没意识到，为了这个角色，他提前数月学习古琴，练习武打，甚至在拍摄期间不断打磨眼神与节奏，只为贴近人物内心。他不是在演蓝忘机，他是在成为蓝忘机。他身上那股疏离而深情的气质，不仅赋予了角色生命，也让观众看见了他作为演员的无限可能。随后这就是街舞的爆发，则让更多人意识到，王一博不是偶像在跳舞，而是真正的舞者在用身体说话。他在节目中不耍大牌，不抢风头，用极致的编排和敬业的排练，成为所有街舞圈专业舞者都认可的队长。他曾连续通宵排练，只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段舞。他也曾放下明星光环，在练习室里蹲得擦汗，与选手们同吃同住。这种自降身段的诚意，才是真正让人折服的顶流品质。再看影视作品，《无名风起》《洛阳长空之王》《维和防暴队》等作品中，王一博一次次跳脱青春偶像的设定，挑战不同年代背景、不同性格层次的角色。他不怕毁形象，也不怕承受批评，因为他知道，只有真正走出舒适圈，才有机会站到更高的平台。他也许还年轻，但他的心态早已成熟。他把每一次出演都当作进化的机会，而不是维持流量的工具。很多人说，王一博的酷是一种天然的气质。确实，他不说话时就有种生人勿近的冷峻感，但深入了解就会发现，那种酷其实来自对外界浮躁的不在乎和对内心坚持的专注。他不抢热点，不玩人设，也不回应流言蜚语，因为他知道，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。一个真正有料的人，不需要刻意解释，做好自己，就能自证清白。嫩则是一种反差，是他骨子里那份还没被世俗打磨掉的真挚。他在镜头前露出的微笑，是少年般的清澈。他面对夸奖时略显局促的回应，是成长中的不自知。他面对粉丝时的温柔和不舍，是那份最本真的温度。这种酷与嫩的共存，才是他最独特的魅力。而最令人钦佩的，是他那几乎到了疯魔程度的拼劲。王一博不是没有选择安逸的条件，但他偏偏选择了最累、最苦、最需要真本事的一条路。他的训练常常从凌晨开始，结束时已是夜深。他对待每一场拍摄，每一次公开亮相，都用最后一次的标准去对待。他曾说，我想做到最好的自己，不为别人，只为自己不后悔。这句话简直就是他这一路坚持的真实写照。4000万粉丝为他沦陷，绝非一句颜值高或人设好能解释。那是因为在他身上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偶像，而是一个不断挑战极限、不停进阶的燃系青年。他不靠哭诉争同情，不靠丑闻博关注，
他用一份又一份的努力，用一个又一个的作品，让人们心甘情愿地为他停下脚步，按下关注，甚至倾注热爱。今天的王一博已经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新人，他登上国际舞台，代言全球顶奢，获得业内认可，但他仍旧维持初心。在一次次镜头之外，他依旧是那个穿着黑色卫衣，低头默默练习动作的王一博。他依旧是不说场面话，但会在幕后给工作人员送暖茶的小王老师。写到最后，想对所有粉丝说一句：喜欢王一博，不只是一场追星的旅程，而是一种精神的映射。他让我们相信，只要你愿意沉下心努力，总有一天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他让我们明白，酷不是装出来的，是真正不惧眼光、坚持自我的结果。他让我们知道，嫩并不代表软弱，而是一种保持纯粹与真实的勇气。愿我们在追随王一博的同时，也学会坚持自己的热爱，不管前方路有多难走，都敢于像他一样狠拼一把，不问成败，只问是否无愧于心。愿你我皆有一博之志，不惧风雨，不负青春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